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个礼拜我们要做那个ADC 的练习。之前我们虽然都是接了一些外部的一些零件比方说按键啊、七段显示器或者是 LED 啊，那这个礼拜我们要做练习，就是说CPLD 如果来跟外部的一些 IC 做连接它该怎么来跟它做沟通啊？那另外一个目的呢是要来做State Machine 上礼拜我们还有学到了 State Machine，那沟通这个动作也可以用 State Machine 来做所以首先呢会让大家知道一下 ADC 的这一个 IC 的功用是什么那 IC 跟 IC 之间资料的传递它的模式它有很多种，但然这是其中的一种其中的一个。再来呢，我们就这个今天练习大概分两个，第一个练习呢是套用它的翻译程式那通常这种开发版厂商都会给你一点翻译程式那你可以直接拿来套用那你也可以进去看一下它程式在写什么那程式写的好坏就每个人的这个 style 会不太一样那最后你也可以比较翻译程式还有我们自己写我们自己写就是最后一点了，我们再来做一次 State Machine 的练习然后呢自己来设计我们自己跟这个 ADC 沟通的程式那也是透过 State Machine 的方式来完成。厂商的翻译程式也是用 State Machine 但是它写的没有那么的直觉所以我觉得不太好 trace那我们就自己写一个来试试看。好，那 IC 跟 IC 之间呢这个怎么沟通呢？它会透过很多条线路就是有些这个到底几条线不一定就看这个他们的沟通的管道是什么东西那这个沟通管道会有一个标准的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的沟通的方式这两个不同 IC 才有办法沟通，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的没有一个标准的话，那 A 厂商做的 IC，那跟 B 厂商做的 IC 这样，就两个人讲的话都听不懂所以沟通就是要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语言来讲话那这个定义呢，我们叫做协定中文叫做协定英文是叫 protocol。那这个所有的讯号都会有这个方向性我们用箭头来表示呢，这个讯号呢比方第一条线呢就是 IC2 会送给 IC1 这个箭头代表它的方向，然后呢一条线就代表一个讯号那如果这样一串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 bus 这个代表很多条线这个就叫 bus那前面这四个都是单向的那也有双向的双向就是两边都有箭头，这代表是双向然后呢这个也是双向的 bus 那不管是双向的讯号它其实呢每次都是某一个方向在运作就说它不能同时那个一又送给二，二又送给一，这是没有办法它只是说我偶尔是一送给二在某些时间是二送给一这个双向的意思是这样所有的讯号其实所有的这个硬体的电路同时就会只有一个人可以当发送端，然后呢它可以很多人来接收了，可是呢送讯号的人就是把这个讯号弄成 high 或者 low 的这个人只可以有一个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两个人都要把资料送出去，那这个说 high， 那这个说 low， 那怎么办？那这讯号变成什么就是一个未知的 state unknown state那就会错了所以基本的概念就是同时呢只会有一个在送资料
那今天用的这个界面呢，我们叫做 I2C 啊，那你自己去点进去，你可以知道 I2C 的一些那个讯息啊。啊，它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哦，很常见。那它只需要2条线路哦，一个叫做 SDA，一个叫 SCL 啊，一个叫做这个是 clock 了，这个是 data 啊。那它里面呢，最基本的组合就是一个 master，一个 slave 啊，一个 master，一个 slave 啊，这是最基本的组成就是2个。那以我们的例子来讲 ，master 就是 CPLD 了 ，slave 就是那一颗 ADC 的晶片啊，那他们之间就透过这个 I2C 来做沟通哦。那这下面是一些细节，有兴趣的同学你再自己进去看啊。好，那它至少需要2个讯号，一个是这个 clock，一个是这个 SDA 啊。那它 SDA 它可以是双向，那在这个例子，我们今天看的例子，它其实是单向啊，它只有从那个 ADC 到 CPLD 啊这个方向啊。然后呢，chip select 啊，chip select 啊，chip select 是 master 到 slave 啊，chip select 通常指的是说我要使用这颗 IC 的时候呢，我通知它啊，就是我选到这颗 IC 嘛，它才会有反应。如果没有选到它，就是看它是 high 还是 low active 了啊，没有选到它，那它就不会有反应啊，这个叫 chip select。好，那这个是今天的 IDC 叫做 TLC549啊，它是一个8bit 的ADC 就是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啊，那它的功用就是用来把类比的讯号转成数位化啊，那数位化的资料呢是每一笔资料都是8个 bit 来表示，好，所以它最小的数值就是0，最大就是255啊。那这是 IC 的接角图啊，大家应该知道最基本就是有什么 Ground 跟 VCC 啊，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呢，这个 Analog in 这个是你的类比的资料从这里进来。然后呢 E3 啊 E3 这是 IF 是参考电压，参考电压的高电位跟低电位在这里啊，参考电压。右边呢就是我们会看到的那个 I2C 的那个界面啊，所以它 CPU 的题就要跟这里沟通，这里啊，所以那个第7 pin 就是 SCL，第6 pin 就是 SDA，这是 SDA，然后呢，这个是第5 pin 呢是 chip select，那你可以看到 chip select 上面是不是有个 bar 这个 bar 代表它是 low active，就说是0的时候呢，这个 IC 会有动作，这个若是1呢，这个 IC 就没有动作这样。好，那这个电路图你可以 Moodle 上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看我们来可以看看它的接角的状况reference 在这里reference 低电位呢就接到 ground， 高电位它其实接到一个 2.5 伏的参考电压2.5 伏的参考电压。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说那个它是一个8个 bit 的 ADC所以我刚刚讲到最大的数值是255，最小的数值呢就会是0。那它转换的方式就会是把最低的电压就是0，就是数值是0了，最高的电压数值就是255就是这样的他们来做转换。所以以这个设定来讲，最低的电压是0伏特嘛，最高是2.5伏所以呢0伏特就会是数值是0。2.5伏呢，数值就是255等一下我们也会做一个简单的换算看看
好，那输入在这里，第二 pin 是输入啊，输入这边呢，这边是一个5伏特啊，这是一个5伏特，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10K 啊，这是有一个10K，然后呢，这边是有这个东西啊，叫可变电阻啊，可变电阻，可变电阻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在转动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呢，这个会移动往上或往下啊，你可以想想看，我这个如果一直往上跑到极限的时候啊，这个一直往上跑到这里，它是不是就是一个10K，这边也是一个10K 啊，10K 的电阻的分压，所以你这边就会是2.5伏，这里就2.5伏，所以你转到底啊，你应该会看到就是那个255，那转到这边底呢，你应该看到就接到0伏特去了，啊，转到这边就会变成是0，看到数值就会是0，啊，中间你就看到数值变来变去了，啊，那这边有一个 J1 的 jumper header 啊 header，啊，你可以去用3样电脑去量它的电压，你看到的电压是多少？好，然后呢，跟 CPLD 接是这几个啊，它叫做 AD，然后底线这个底线 NCS，AD 底线 data，AD 底线 CLK 啊，那这你要去观察这3条线接到哪里去啊？好，那就接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接到这里来。好 ，AD、CLK 是 pin 18，然后呢 CS 是20，然后 data 是19，啊，所以我们就记录一下这3个 pin 分别是这个是20、19、18，啊，这等一下就要放到那个 pin planner 里面去了，啊，因为我们要自己加了。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原始的范例程式它有什么样的功用啊？哦，这个是原始的范例程式，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啊，范例程式在哪里？啊，范例程式是在240里面的这个啊，第14个叫 TLC 549这个啊，你把它打开呢，应该就会是像这样啊，打开呢就会啊，那就可以直接烧录了，你可以把它烧录。这样烧录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啊，它会在这个地方来显示啊，它读到的数值啊，这是16进位啊，所以大概是4C 啊，4C 啊。那我刚刚说你可以用电表来去量一下啊，可以来量量看它的数值是多少，我把它丢到这里来，量哪里呢？量这个，刚讲有一个header 是在这里，这个可变电阻是这个蓝色的东西叫可变电阻啊，老师有把上面那一片亚克力板把它拆掉啊，不然就没有办法那个转动啊。那个正负反 ，OK， 啊，所以大概0.742啊，0.741、0.742啊，应该可以看得到了啊，0.74啊，大概0.742左右。那我们看到的数值是4C 啊，我们看到的是4C啊，那我们跟大家讲为什么它是4C 啊，我们量到的数值是0.742啊，看到的数值是4C 因为它量2.5伏对应到就是255所以你把0.742除以2.5，然后乘上255，大概是75.68所以你把它那个45度大概是76那76你就可以去用小算盘16进位的4C 它对应到10进位是76所以这个答案是正确的这个只是让你验证说 ADC 量出来到底准确度怎么样
啊，那你怎么去改变它的数值？是这个可变电阻呢？它上面其实有一个很小的这个金色的这个是可以转的，这个，然后把它转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数值会跟着改变。那个看到40几，它就变50几，所以我在转动的时候，它就会跟着改变。OK，你也不用去像老师这样，老师是 demo 给你看因为还要把这个打开，其实也是有点麻烦所以你可以去让它的翻译程式，然后看它的数值是多少，这样其实就可以了那只是示范给大家看那翻译程式目前呢，我让出来的是5B 那等一下我们就是自己做练习，然后使用翻译程式，然后看看这个等一下结果应该还是5B 才对如果你可以看到5B，那代表这个实验呢是正确的。好了，我们开始进行第一个实验第一个实验是说，我们如何使用厂商已经给我们的范例这个厂商说你把它打开它其实是这样，你把它这个最上面这个点2下你会看到说它怎么是电路图它不是程式码它不是程式码那事实上每一个方块都是一个电路它是用电路图的方式来做可是呢我们其实没有在做电路图的练习因为其实就是直接写程式就好了，不太需要用电路图你把它点2下这个点2下它就跑到程式码它的程式码叫 ADC 点 V ADC 点 V， 所以我已经把它打开这个我是用另外一个，我习惯用这个的 Notepad Plus 我用这个来开它在档案里面它其实它会是一个档案就是说刚刚这个第14个 project 里面有没有？它是在这里 ADC 点 V 这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它输入输出的界面，然后它定义是在这里定义是在这里那我把它搬到这里来。好，这3个方块每一个都是点 V 的程式你都可以把它点进去看那这个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主体嘛它名字叫 ADC， 然后这个是它里面的输入需要的讯号那我把它整理是在这里，它总共有8个Clock 是那个它的控制的时脉那你可以用50 mega给它去就可以了，它自己会去算Reset 跟 Enable 这个是在做 ADC 的 Reset 跟 Enable那这个就是 ADC 那个 SDA SDA 这个是 ADC 的 Clock， 这是 Cheat Select， 这个 Data Ready 是它自己产生的就是如果它完成一笔资料，它就产生一个 Data Ready 的讯号出来Data On 呢就是资料的输出8 bit 7到0嘛，所以是8 bit好，那我们来看我如何去使用厂商的范例上面这个区块这个区块是之前我们写的Lab 11应该是 Lab 11，等一下我们就从 Lab 11开始那 Lab 11的功用就是7段显示器7段显示器把这个 number 的数值显示在7段显示器上面那我其实只要是抓2位数我就可以把资料呢丢到把 ADC 的资料丢到7段显示器上面所以简单来讲，我就想办法把厂商这个 ADC 点 V 这个程式码跟我 Lab 11的程式2个做结合，这样我就可以
在七端显示器上面来显示 ADC 的数值。那这个图呢，其实就是之前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讲，你要先把这个方块图，或者这个就是你的想法，把这想法先把它写出来，画出来，然后呢，想清楚之后呢，就是按照这个来做，就会完成，所以一直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概念，你也要慢慢习惯这样的概念，这样虽然说一刚开始我们要画这个图，老师画这个图，我可能要花个10几20分钟画这个图，可是画完了就人家按照这个做，比较不会错，因为错了你还要在那边修改，错了要修改，那常常改到最后你觉得乱掉了。这个是它8个的讯号输入输出箭头就代表它这个方向那这是它的名称我就今天这个名称也不要去改它了这个名称不要，反正你就把它接起来就好把它想办法把它接起来这 data off 就是要接到 number 去想办法把 data off 接到 number 去 ，OK 这个 data ready 呢是它产生来表示说我现在资料是不是 OK 的那这个呢我是没有用到，我们就把它随便接了，接到 LED1 让它去点 LED 了Clock 呢就从系统的 CLK 这是50 mega 你把它接过来就好Reset 其实我这个都不动了 Enable 就是让它一直做，所以我就是给它1 Reset 给它0这样再来呢那个 Chip Select这个是要接到外部去的外部讯号是我们刚刚看到这3个AD 什么 NCS AD CLK AD Data 就想把这3个就接到 ADC 它的程式码这3个 pin 把它接起来其实就可以了所以第一个练习就是请你做这个事情读取 ADC 然后把它显示在7段显示器上面那这上面的 IC 以 IC 来讲应该是这个算是最简单因为它只有读的功能而已你只要去读它你只要给它特定的这个 clock 就可以读取它的资料了所以我老师才把它做一个让大家来做练习那其他的 IC 其实相对来讲就复杂很多了那这个是第2个练习我们先来看第1个练习的结果大概怎么样好，那我们刚刚说我们可以从 Lab 11Lab 11那把它改成 Lab 13然后呢我还需要这个 ADC 点 V 这个就直接把它扣过来把它放在同一个目录下Lab 13在目录下那我把这个旧的不要把它砍掉所以我现在在 Lab 13对不对然后就把专案打开这个是那个7段显示器这个我之前来显示0 1 2 3 4 5 6 7的那这初始化就不用，就把它去掉那这个是之前我们做的练习这个是来显示7段显示器在这里这个 always 来做7段显示器然后呢资料是从哪里从这个 number 所以我只要把 ADC 读到的资料丢到 number 里面去就会显示在7段显示器上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把之前写过东西再重复的来使用好那我需要哪一些东西
我需要哪一些东西？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这三个是我的多的东西，还有 LED 的然后还有这三个是多的，这三个是多的那这个逗点不对，好。好，所以我这个是 LED 是 output output， 然后这个它好像是8到1是不是？LED 对，等下我们可以看一下 pin planner 它的编号是旧的编号是几号对 ，LED 是1到8所以它从1开始。再来呢，我们就是要这个去 select 是 output 去 select， 然后 data 是 input， 然后 clock 是 output， 这是我们需要多的这三个。好，再来呢，我们要把 ADC 拿进来用了怎么用呢？之前其实我们也有讲过那档名叫 ADC， 所以就是那个使用的时候就是用它的档名的名字它就是这里它档名的名字叫 ADC 嘛，那它的模组也是叫 ADC module 的名字叫 ADC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写它的名字就好了这给它一个名称ABC 我给它叫 A1 好，再来呢，你就是必须把这个东西接起来，它需要这么多它需要这么多那我就把它然后来看说，我要怎么给它好，那第一个 clock 其实你就是 CLK 嘛，所以这个就给它CLK， 然后就一个一个去把它摆进去嘛。reset reset 老师有刚说这个图reset 就是0，这个是 enable 是1嘛，所以就把 reset 没有 reset 就是0没有 reset 就是0 然后呢，这个是 sData in 呢，我们用的是我们要的角位是这个 AD data copy， 然后这个 paste， 再来呢，我们是要来看这个 ADC clock 那 ADC clock 基本上它是这个 AD clock， 把它换掉要这个，然后呢去 select 去 select 这个去 select 把它换掉，然后呢我们这个说把它随便接到一个 LED 吧这个把它接到 LED1， 所以我们就把它丢到 LED1 给它，然后 data out data out 是它的输出了，我们需要给它一个 bug bit所以 IG 70，然后呢 data out， 目前还没有结束因为 data out 是我们必须把它转换到 number 里面去才可以那除此之外我们要做的是那个 pin planner
这 pin plan 这个我刚刚有设过啊，pin plan 你要把 clock 设成18，data 设成19，chip select 设成20，这三个我们要再设一次的因为老师刚刚已经设过。然后data out 好，那 data out 可以转到 number number 在这里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把它改一下那我们刚刚看到是2位数，对不对如果是16进位的话，我们需要2位数，因为最大就是 FF 8bit 最大就是 FF， 可是呢我们的 number 只有4个 bit， 然后 data out 是8个 bit， 所以必须把8个 bit 转成那个2个4个 bit 好，那我们转的方式就是高位元就要等于什么 data out 的那个前面4个7到4，然后 number 的1等于 data out 的3到0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拆法，我们可以把这个是一个8bit， 可以把它拆成那个左边的4 bit 放到 number 0，那右边的4 bit 放到 number 1去这样就可以了。好，再来把它烧录起来。如果你是第一次复制过来，这个可能还是把它 delete 掉，然后再吃一次进去，可能会比较没有问题。结果是这个这个是结果。所以结果我们还是可以看到56这个 number 0number 1所以 number 0是5，number 6是number 1是6所以这个看起来数值是对的那老师因为亚克力板先拆，所以我还可以把它转一下就是我可以转动看它是不是正常的在做变化这是 A 没有 B C D OK 所以看起来是正确的所以这个第一个练习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练习再来是说你怎么去写一个你自己的写一个自己的当然这个比较复杂一点那我想实验课的目的呢其实在短时间你要学怎么写 Verilog 程式，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但是实验课目的是让大家透过实验的方式知道说我可以做这个事情，可以做这个事情，可以做那个事情那你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那你就可以再修一些那个进阶的课程系上的这些进阶课程，然后就可以写比较复杂更复杂的这些电路那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2个沟通的方式是什么，那这个叫 timing diagram 这个图呢在data sheet 上面都会有所以比方说我们这一颗叫做这个叫做什么这一颗叫做这个sorry 我们看一下这一颗这个
好，那你们找到一大堆，反正随便找一个，它是 TI 的啦，它是 TI 的。因为老师已经 download 过了，那只是做一次给大家看了。好，你把它 download 下来了，它 OK， 这就有一些说明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这个图有没有？这个图就是老师抓下来它一定会有这个叫做它叫 operating sequence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timing diagram。好 ，timing diagram， 这个指的就是 IC 之间沟通的方式，你要怎么去读资料的方法那因为它只有 CPU 去读 ADC 的资料没有设定的动作所以它非常单纯那这个意思呢是时间轴是这样时间轴是这样，一直往这边跑，所以这边先出来，慢慢的这边会出来它的动作呢，所以我们要从左边开始看这是慢慢发生的，所以从左边开始看一刚开始的时候会先做什么 ？Chip select chip select 是 low chip select 要是 low chip select 要是 low， 然后呢一段时间这边有一个时间，就是说你至少要 low 这段时间，它才会产生第一笔的资料出来它第一笔资料才会跑出来 A7然后呢，这个意思呢，指的是说我必须在读完资料，然后呢，把 clock， 这个不是我们50 mega 的 clock， 这是我们自己产生，然后要去控制 CPU 里产生要去控制 ADC 的 clock。所以我们读完，就意思就是我们读完资料，我们就可以把它设成 high， 把这个 clock 设成 high， 设成 high 之后呢，这个 ADC 的晶片就会准备下一笔资料，然后把它送出来，把它送出来。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low 跟 high 就是反正它这个动作就是一直 high low high low， 然后一直去读这里的资料那读完资料之后，你就不要这个 clock 就不要动然后呢，去10就可以 high 起来表示一次的结束，然后这个动作一直在做持续的进行，这样。那这是细部的一个说明就是他们的图我们怎么看这个符号代表的这时间呢，不是固定，它可能会有一段长的时间这个呢会有一个描述说我需要这个间隔的时间你必须比这个时间还要大那这个呢是代表是第几个 bit 那资料的转换呢，我们就会用这种类似交叉的方式代表是这个呢会资料会变化，然后变到这样这是第一个 bit， 第7个 bit， 再来是第6个 bit， 这第5个 bit 那资料会在这个时候会做转换那通常呢这个意思呢是说我 CPU 低必须在这个时候去读资料这个时候资料是 OK 的，你不能在这个时候去读资料，因为它是做转换这里就不能读，所以你读资料只有在这个瞬间，所以意思就是你读完资料呢再去，因为 clock 是我们来控制的嘛，所以读完资料再去做 clock 的切换所以大概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像这样那个不读取的时候 chip select 就是1所以你要开始读取的时候就让 chip select 变成是0这是第一个动作，让它变成是0，然后等这段时间之后，然后我才可以读取 SDA 的资料所以读取就是你去读，把它存起来看它是 high 或者是 low 就把它存起来，你不用管它 high low 了，就把它存起来就对了那存在第7个 bit， 存完之后我就可以让这个我这里写错，应该是 clock，sorry， 这应该是 clock， 这应该是 clock。
我把它写正确一点啊，因为我们叫的是这个 AD clock 啊 AD clock， 我把它写正确一点。这是 AD CLK 啦，啊，然后呢 AD CLK 这样才对。好，所以第4步骤就是说，读完之后我就是可以让它变 high 一段时间呢变 low， 啊，那看起来应该是它变 low 的时候呢 ，ADC 啊会再准备第6 bit 的资料，啊，下一笔资料就会输出，然后可是它会有这种转换的时间，所以你不能马上读，你必须再等一段时间，啊，然后再来开始读，啊，所以我这边写是说，再等一段时间之后，哦，这等了一段时间是这里啊，在等这段时间之后呢，我要等到这个时间点，2号这个时间点，我再去读 SDA， 这时候存起来的 SDA 就会是第6个 bit 啊，然后一直做这样的循环啊，一直做这个事情，一直做到那个8个 bit 都读完就可以了。啊，那它的这些时间上的要求，它就会在这个表格啊，会跟他讲它的需求是什么啊，比方说这个 set up time TSU 啊 TSU 是这个 TSU 是这个啊，它需要的是这个1.4 microsecond 啊，就是如果你要很精确去算，你就必须要去看这个表格啊，那因为我们的应用上我们不是要很快速，我们久久去读一次其实是 OK 的，我们久久去读一次，我们可以让它慢一点没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count12啊，我就把 count12来抓 count12来用啊，那个时间应该是够长的。好，再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我刚写这个，好，它其实是重复的了啊。这个动作呢，把它变成是一个 state machine 啊 ，state machine 啊。那我用第2个 cycle 来讲的话，就是一刚开始的 state 我把它叫做是0，然后这个间隔叫 state 1，然后这个叫 state 2，就是每一个这个啊，这个 high low 这个啊，这个是0，这是1，这是2，然后2变到 low 啊 ，high 变 low，这就是变3了，然后这边 high 就变4，啊，所以我就把这样切，总共切的是6个。然后呢，这边呢，这边我跟图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这边 I/O 这个 clock， 其实我没有在 high 切，我就一直让它 low 了，啊，这段时间我就让它 low，这样我就可以就是会比较一致一点啊，所以我这边是 low，跟这个图最大差异就是我就让它变 low， 然后读取资料的时间点是在这里，啊，我们只能在这个时候读了，啊，那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你有特定时间读，那个就是 edge trigger，这时候你要特定时间去读资料，你就不能用 label trigger 的方式，你一定要这个 edge 发生的时候马上读，只有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外就不要去读资料，这种动作我们就是用 edge trigger。好，依照上面的那个state 的这个定义呢，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 state 该做的事情把它写出来，比方说state 0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做什么事就是我们有3个跟 ADC 沟通的讯号，对不对？一个是2个是 output，
就是你给 ADC 的 clock， 还有 ADC 的 choose select 啊，所以 state 就要决定说这两个讯号要怎么给啊。那以 state 的0来看啊，其实就是按照定义去啊，比方 state 0在这里，那跟这个图不对，这边是 don't care 了啊，没有，这里是 don't care，所以我其实是 state 0的时候，我都把它当做是 low， clock 这个给它的 clock 我都把它当做是 low 啊，所以 state 0我会是这个给它的 clock 也是 low， 然后呢 choose select 就会是 high 啊，所以 clock 我给它是 low， choose select 是 high。state 1呢state 1就再看一下。state 1在这里，所以 state 1这个是 low， 这个就是 low 对吗 ？state 是 low， 然后 state 2这边 high state 2这边 high， 然后呢这还是 low 就不变了所以就这样 state 2就是 high 不变，那按照这个动作，偶数的是 high， 奇数的是 low， 那这个是不变，直到什么回到0的时候它才变成1，这样这个比较单纯那 H trigger 的话，我们可能再做一点简单的复习H trigger 是像这样它是在这个瞬间，然后把这个资料搬到这边来，然后把这个的资料搬到这里来。那我们有在做 state 的转换比方说我 state 本来是从0要变成1嘛1要变成2那我们应该在这个瞬间也要做资料的读取的动作。所以应该是这样我是在这个图来看我什么时候要读资料，就是刚好是这个点这个点那事实上是1换到2的时候读，是在这里1换到2的时候读，然后3换到4的时候读，5换到6的时候读，其实是在这个瞬间所以我要搭配应该是 state 1，state 1，然后又发生 edge 的时候，它是在这里state 1发生 edge 的时候去读取资料所以我其实应该 state 1去读。那什么叫读资料？就是把它存起来，把这个 data 存到什么这个那个我这边是变数是 val 那我程式好像是 data out 吗？我已经忘记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反正就是把它存到暂存器里面去，这个就是读资料的意思了重点是说我们其实是在 state 1的时候发生 edge 的时候去读，因为发生 edge 的时候就会1变到2了所以重点就是说 state 1切换到 state 2的时候去读资料所以其实应该在 state 1的时候，然后又发生 edge 事件发生的时候，那我就要去读资料所以程式部分程大概像这样那个 state machine 上礼拜我们讲到它需要有3个 always 那第一个 always 呢是做 state 的 transition， 然后我们有0到15 0到16所以你需要5个 bit 所以是4冒号0 5个 bit OK， 然后 clock 我刚讲说我们用那个 counter 12那这个是在做 state 的 transition要把 next state 搬到 state 去那可是呢有特定的刚讲奇数的地方1要换到2嘛，所以在我在1的时候要把资料读到第7个 bit 然后呢3换到4的时候，3换到4要资料换到第6个 bit 所以我在做 state 切换的时候，同时也要在 state 是13579奇数的时候要做资料的存的这个动作，存资料的动作 OK。那如果你有方块图的概念大概会是这样，我们要做一个 state machine， 那这个 state machine 呢有16个 state， 然后呢资料是从那个讲错应该17个 state， 0到16 17个 state 然后呢是 counter 是12来当做它的 trigger， 然后呢想办法把我们的资料读到资料要换算这没有写得很清楚，要换算成 number 换算成 number
啊，所以这礼拜的第2个实验就请大家做这个练习。好，那老师在最后呢，示范给大家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好，前面的跟刚刚第一个练习差不多，我们必须把这个加进来chip select 啊，什么 AD clock，然后加完呢，你必须去看一下 pin planner 对不对这个18、19、20对不对再来呢，我们做的是state transition 在这里这个是宣告 state， 然后呢，这个是那个 state 的变化在上礼拜我们讲到 state machine 有3个 always 这第一个 always 做那个 state 的变化。那因为我刚刚讲到我们的 data 在读取的时候也必须跟 state 变化放在一块，所以我就会放在前面这里依照它的 state， 然后基数的 state 的时候顺便把资料读到里面去因为它这个是 H trigger。第二个是做 next state 的设定这个非常简单依照 state 呢去做 next state 的设定那个0的下一个就是1嘛，1就下一个就是2所以你就把它写一写打一打就 OK 了。第3个是设定那个你的资料的输出，也就是说我的 clock 跟 chip select 所以你就是按照这个表去把它打一打所以0、1，然后呢0、0，然后1、0，我是都有写了老师是都有写，这样0、1、0、0、1、0、1、0，要1、0、0、0这样就按照这个那因为我们动作有2个，所以要多一个 begin end 把它框起来这边要多一个 begin end。那最后呢，在第16个 state 的时候还做一个事情，就是说我把资料刚讲到你的这个资料读到是我读到哪去？我读到是 value VAL 这个，我必须把 value 放到 number 里面去所以我这边宣告的是叫一个8 bit 的value VAL， 我必须把它换到 number 里面去那刚刚的我们看到一个做法就是8 bit 8 bit 8 bit 拆成4 bit 4 bit 那这样会是一个16进位是一个16进位。那这个写法老师把写法是一个10进位的写法那因为10进位会200多，最高是255，所以你会有需要3位数那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写法你要读个位读个位数，这个是个位数，个位数就是这个符号叫 mode 这个符号就是取余数的意思，所以除以10取余数这个就是个位数那10位数怎么算？10位数呢就是这个除以100取余数再除以10然后呢这个百位数就是除以100除以100的这个是整数的除法，所以除以100之后它就会是百位数所以这个是一个转换成那个16进位转换成那个3位数的十进制的做法那这个做法会有一个很大的不是问题它这个缺点就是因为它做除法就会很消耗掉那个硬体的那个这个叫 cell 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编译完之后 logic element 它用的几乎快用光了，在做这种简单的几个 bit 的除法它会消耗掉很多的logic element等一下老师再把它切回去那个你就可以看那个差异很大所以这个93嘛我刚
那个五多少5D 的样子，它就切换算完之后变93，啊，93是5D 的，啊，16进位是5D 嘛，10进位就变93。好，那如果我们很快如果把它做改变一下，好，我把它写成这样子，哦，这样就比较好比较。这样 ，OK， 好，我就只需要刚刚是这个不用做什么运算，因为它只是把它接过去哦，74，然后一呢是30，好，这个只是8 bit 变4 bit 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差异变多少。这其实就30%了，啊，所以光那个除法啊8 bit 的除法跟取余数啊，它消耗掉那个逻辑的单元非常非常的多。啊，当然这个怎么让它最有效，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就大概是5D 了啊，变成46进位。好，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练习。